持续回到新闻大白话的现场，我是主持人詹淑涵。那当然呢，我们这一节要跟大家分析很多国际的一个情势哦。不过首先当然要来欢迎我们的来宾了。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委员，淑涵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再来是我们的舰长了黄中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这个我们的来宾呢，今天会跟我们一起来关注各种的议题。首先，我们就要来看到川普前脚才走，结果呢，普京马上就来了。那么，普京现在也离开了，是结束了访华的行程，搭了专机离开北京哦。那么来看到呢，这回他离开北京之后，是由大陆的副总理张国清前往送机哦。那么，普京结束访华的行程，离开前还和习近平来进行了茶叙。那么中方就表示呢，中俄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更上一层楼哦，而且双方呢，其实看出来这个感觉呢是非常的一个融洽的。那么这一次呢，是以信任、闭门、友好还有坦诚的方式来讨论所有的内容，那这些内容都在所谓的茶叙当中来进行。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习近平呢和这个普京参观了中俄图片展。那么普京也回忆和习近平坐高铁，他说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哦。那也看到呢，这个所谓的图片展其实都是在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一个瞬间。好，那再来看到呢，普京甚至用这样的一段话来形容他跟习近平的碰面，他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哇，这真的是一个感觉是好朋友，然后现在终于又相见的这种感觉，用字遣词也非常的亲昵啊。那再来看到这个习普会近3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其实已经超越了川习会，而且还签署了联合声明来深化他们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那我们来看到呢，其实川普呢这个川习会的部分是2个小时15分哦，其实呢可以看得出来跟普京的碰面是更长的。那么会后呢，其实有直接来签署这样子的一个联合声明，所以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产出。那习普会的成果很丰硕，专家就说呢，北京做面子给川普，但是里子给了谁？给了普京。好，所以我们看到呢，他也说呢，中国研究机构这边的专家就分析了，他说呢，因为川普很喜欢这种表演性质的安排，所以呢，他们呢就把面子安排给了这个川普的部分。你喜欢的这些虚华的行程啦，或者是这种表演性质的东西啦，我们通通都给你。但是实际的国家利益，所谓两国的合作、两国的联合，他最后是给了俄罗斯的普京。所以看得出来，这是有一点点差别性的哦。那再来看到的是，彭博这边呢就做了一组对照图，其实这对照图也蛮现实，也蛮直接的。好，来看到呢，跟川普一起来这个行走的时候，旁边的小朋友其实举的旗子呢都是中方的旗子，好，就是中国大陆的旗子。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当普京跟这个习近平一起在行走的时候，旁边呢举的旗子，哇，那这个是两国的旗子都交错了所以这个是很有代表性意义的。所以找出这样的一个差别，似乎也看出了这些国际大国之间他们不同的一个关系跟交流。那么专家就分析了，其实呢，这个川普访中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国宾外交的场景那么呢，其实呢，普京访中的话，这明显呢亲密度就提高了，也更接近自己阵营的一种欢迎方式。好，但是川普现在呢，在这个中俄之间，他好像变成有点像第三者，被放在这个边边。他说：“我觉得很好啊，我和他们的相处都很好啊。”他说很好，真的有很好吗？好，胜峰委员，我们在这里去比较，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这一些种种点点滴滴它有新闻的花絮或许这里可以看出一二，但是呢，我们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再来看看中俄跟中美之间的差别在哪里。中美这一次是一个框架性的建立，就好像两个人要盖一栋房子。现在来看看，你看这个图是不是你满意了？我满意了没有？是看图。那满意了，现在大概这个图是满意了，那现在就要慢慢要来盖了。那中俄的关系应该是房子已经盖好了，现在两个人就讨论说，这样的装修我们住得舒不舒服？不舒服的地方改一改。我想差别应该是在这个地方。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或许你就可以去看出所有的比较的端倪来找一些蛛丝马迹。
第二个呢，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参考，叫做时间点。在任何一个国际政治上的时间安排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它特别的意义。那就是当习川会结束了之后啊，紧接着这个呢，普京就来了。那不管这不是什么时候的安排，在国际政治安排里面，这个时候来所带来的敏感性跟意义啊，世界上大家都在看，都在猜，那就是要让你猜啊，猜呢展现了什么意义？我觉得在这里展现了几个不同的价值啊，可以给各位来看看。第一个，就以中俄这样子密切紧密的关系的情况下，背靠背的关系的情况下啊，你中美又要建构一个新的框架，到底对中俄之间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我们这一栋已经盖好的房子，有一栋即将要在旁边盖的，它盖了以后会不会妨碍我们？会不会遮住我们的阳光？会不会干什么？所以某种程度要让这一栋盖好的房子是更稳固的，让未来要盖的房子是不会影响的，这是一个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一个呢之后的马上接着来的俄罗斯的访问呢，让美国失去了可以操纵俄罗斯的这个变相啊，对中国来进行各种不同的筹码的使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站在中国大陆的角度，他也乐意让所有的南方国家看到一件事情。因为全世界普遍对着美国今天的国际信用啊，在普遍下降的时候啊，那么这两个大国去谈了，那你跟俄罗斯的关系很好啊，怎么样？中国大陆说欢迎你来，你来的结果呢？做什么事情？就让这些南方国家安心哦，不会因为要建立中美的新的框架关系，那会改变既有的这些朋友的关系。不像美国，大家很担心，跟你好的时候会不会出现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呢，展现了很特殊的意义。第四个，可能可以给全世界们看得一个更清楚的一件事啊，那就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重要的话事人，它绝对不是实力的第一，它跟美国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绝对比中国大陆还是来得强，这都事实。但是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世界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大家有什么争议处理不了的，伊朗跟沙特阿拉伯处理不了，到哪里来处理？到中国来处理。伊朗的问题要解决，最后要请出了中国最好的朋友，这个巴基斯坦唯一拥有核子的穆斯林的国家要出来处理，这等等啊。全世界现在所有的这些纷纷扰扰里面呢，他们找到了一个最好的什么？最好的一个平台啊！中国在这里当年的一个话事人，好，这是很特殊的。所以，一个普丁紧接而来的所带给全世界看到的观点呢，绝对远远超出于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些表面上的。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最后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这个呢，川普的呢是副总理啊，接这个谁啊？接普京的只是国防部长，不，外交部长，好像差了一截。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外交部长是外事主任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他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韩正呢，虽然是这一个这个副主席，但是他不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从中国大陆党政一把手的角度来看呢，中央政治局委员、省的常委，这叫做领导班子。这个班子里面呢，可能比你是副市长，这个的副主席会来更有地位啊。那假如我们比较到这样子，有意义吗？有意思吗？别忘了，我还可以告诉你，这个王毅懂得讲俄文呢。这个韩正不会是不是英文我不知道，但至少他懂俄文。那么这样比下去，就我们把大局比小了，只看了一些小细，这有点可惜。好，但是真的还是呢，这个每一方的任何一个布局，其实每一个画面里头都在告诉你一些蛛丝马迹，我们要细细的来去拆解，然后来看出其中的一个脉络。建中老师，我们又怎么来看现在这个局势的一个演变呢 ？OK， 我现在我很想分析这个两个大国首领分别到这个中国去访的这个议题来做一个讨论或比较。
各位看到一下，川普呢去的时候规模蛮大的，而且很早1个月前呢就大胜仗的飞机过去，带了各种这个维安人员或等等的，做了各种的这个预备，甚至带他自己从美国整个整套的整个防卫的所有的汽车过去哈。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中国的不信任，这我这样讲哈，就是当然中国也是一样哦，当他们来的时候，所有的手机啊全部收起来，然后全部呢必须用中国一次性的手机。我就觉得这两个国家有一点叫做互疑，而没有到完全之信心。那我在讲他们的对谈的方式哈，你会发现那个川普呢去的时候呢，他这个人随时就 talk show 的这个人哈，随便就随地而讲话的人，你会发现他讲话在中国的这个领导人面前是非常客气。他的客气完全失掉他的霸气，不断的呢，我们不能叫奉承，也就是配合他想要听的话。比如他一直用一个字，我从去年到现在都看，一个领导人为什么他没有做到他商业的这个交易的模式呢？的确很喜欢拍人家的马屁，先拍人家马屁，就是背后可能要砍他一刀。可是他用这个 great 这个伟大这个字，去年在虎山的时候就讲 great country，this is a great leader。这次在会场中也不断用 great 来形容，甚至强调我形容他伟大，还不是我讲，我还跟我所有朋友都讲。你知道这种东西，我觉得它的实际性不强，而反而是比较虚。相反的呢，当然我想这个中国大陆对这个川普的讲话就是完全还是一样嘛哈，他们比较公务心态的，拿着一个文本呢就练尊敬的什么什么的，那就像台湾讲亲爱的什么。我要强调的是，你会发觉他们这个这个一样的这个行礼如一的走这个所谓的政治外交的模式，而川普呢是有一点把自己呢稍微降格了一些，想要去配合中国，而表面上是有点虚。那但是你看到普丁哦，这时候你会发觉他之前当我们报道了知道普丁会去，但也没有太多的形容，也没有太多的大规格。但普丁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下飞机到整个跟习近平握手很轻松，你感觉一下。他非常轻松，甚至就是感觉就像兄弟一样。这个我感觉就是真情感和虚外交的差异性。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啊，我们讲这抗战胜利纪念日9月3号阅兵，当川普当然也邀请了，当然有左右2大这个重要的核武国家，一个就是普丁嘛，一个当然还金小胖嘛。那最近也传闻好像这个川普习近平也要到金小胖去参访了哈，他们的安全部门也有人过去了。好，不管怎么说，你会发现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跟着普丁他的这个互动来往呢，其实是比较频繁，我想互动也比较多。而且你看这次呢，普丁呢去了以后呢，还讲了一个当然很有趣的话了哈。这句话那好像显见他们已经1000年不见了，叫一日不见如隔3秋，对不对？1秋是1年，所以逐渐啊，他对这个中国崛起之后的中国现在所站在全球一个有影响力的位置，以及想要跟他真正刚刚讲这个，是我们讲要背靠背，不管在战略战术的合作上，甚至预想未来的结盟，有一个他们的想法。这是我现在所看到这个两国之间的一个问题。那我现在又在讲说，当然我们再看一下到底因为刚才师傅讲到一个问题，我也很肯定说，现在全世界的霸主绝对还是唯一的，还是美国。可是我必须去想象一下，这只动物就是老鹰。美国的这代表就是老鹰嘛。但你知道老鹰它有2个最强的地方，一个就是它的翅膀。那因为它为什么还能全球霸主？因为它的翅膀就是它的美元，它的美元叫 US dollar 和 Germany， 还是控制全球，叫长臂管辖。所以这个呢，霸权你很难马上瓦解。但是它的爪现在出问题咯，它爪不太利了，你知道，它以前在深海抓到比较重的东西抓起来，可是有一只龙更厉害跳出来，你知道，肌肉也变得很扎实，这叫军事实力啊。所以它现在这个东西有点微弱，但是所以假设它的翅膀如果再去美元化，不管是中国带起拉帮结派、呼朋引伴，让所有人都可以用人民币交易时，比如他2016年就用了黄金来做这个 commodity 的交易用人民币；2018年就成立了上海的这个石油能源期货交易所，也用人民币。甚至在这海合会很多的阿拉伯国家都先后用了人民币买单。你慢慢去美元化，甚至最近美元的债权出了问题，很多的国家不断减持美债之下，如果美元的霸权慢慢松动的话，这只翅膀没了也飞不动，这个爪也不够的话，这只老鹰就会出问题，那只龙就真的崛起了。好，现在确实呢，刚刚我们的来宾都用很多来形容，包括了盖房子啦，现在又有龙跟这个老鹰的爪啦，总之呢，形容非常多。确实，两国之间现在变3国之间，那我们小国怎么来看呢？舰长怎么说？今天我看这个事情呢，其实我在看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的这个特殊的一个事情。我这样讲，第一，我看到他们2个人见面40次啊，吓我一跳。男女约会40次，大概都要恋爱结婚了。你不要说笑，因为当初我认识我太太到结婚大概1年，那时候我在船上，我们1年放不了40次的假，1年
1个月大概1次，最多2次，你就知道我跟我太太还没有约会4次我们就结婚了，所以男女4次这是很令人意外的。然后接着你就发现，所有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个人的努力、我们的判断、智慧什么等等，那都是我个人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叫机运，机运不是在你，也不是在我，在谁？在上帝。那我现在仔细看习近平的起来，我就发觉哦，这个机运哦非常照顾他。我先说第一个，他一上任之后没多久，他跟因为那个叫这个普丁2个人都一直在乎到今天哦，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机运，对不对？但是你2个人同时相处这么久，如果他们处得不好，那个血海深仇啊。但是其实坦白讲，中国跟俄罗斯不是一个历史上很好的一个国家，但是偏偏不幸。第一个就是习近平上任没多久，2014年，俄国发生了克里米亚，结果整个西方在排挤俄国。那俄罗斯那时候他不是依靠欧洲，就是依靠东方，所以他就整个依靠东方过来。那除了这个之外，接着2022年又发生了俄乌战争，那真的是整个西方在制裁俄罗斯。结果原来俄罗斯只是心向东边，结果现在变成怎么样？他必须要拥抱着中国。他没有办法，他的战略机运就是这样，所以你就发现，并不是说因为今天习近平或者中国特别去拉拢俄罗斯，而是因为这个机运正好就发生在这个时候，所以变成中俄这么的密切。哦，说完这个中俄之后，你就知道，像最近中国起来了嘛，中国起来了之后，是不是他的竞争对手变成美国了？然后这时候美国联络全世界来在打压中国的时候，这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又来了一个机运？那就是川普。结果川普这个人的这种各种的做法，使得全世界原来心向美国的，现在开始觉得这个美国不可靠。美国不可靠，我不靠你美国。全世界第2大经济体最大的是谁？那当然就是中国。所以他们的心又开始走到这里过来，你就发现习近平的机运非常好。一就是俄罗斯跟这个发生这些事情让他靠过来；二就是美国发生这件事情，所以几乎就是中国只要战略站在那里，静观其变，它所有的这些国际的形势都会，中国的在国际地位都会上升。这是这一次我觉得一个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习近平的机运非常的好。好，不管是时也、命也、运也，总之呢，现在啊，真的是中俄之间越走越近了。而且这一次的会面，就像刚刚提到，是真的有拿出实质的一些联合声明的东西。所以我们来看到，现在中俄联手要来牵制美国。就算川普说哦，我觉得很好，我跟他们也都很好，但是好有不同的层级。我们刚刚来宾每个都在分析，这个好真的有不同所以我们来看到，现在中俄着眼长远推进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的一个合作。那现在看到习近平这边就说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2国是要走长远的，所以呢会推动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那么中俄的联合声明方面也谴责川普的金穷计划破坏了全球的战略稳定，所以现在不只是好哦，还一起来谴责另外一方的一个程度了。好，那所以我们也来看到这凸显中俄呢仍将持续加强他们所谓的军事合作，来力抗美国军力的优势。好，就像呢刚刚来宾也提到了，现在美国依旧还是全球的一个霸主，他的实力还是在。中国跟他还有一段差距，不过呢，现在中俄之间联手要来做一个抗衡的动作。那习近平这边就说了，中俄要有效的反对一切为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一个挑衅行为。所以呢，习近平就说，当前的世界其实很不公平，而且是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好，再来看到是中俄现在呢还要再加一个，那就是北韩的部分了，朝鲜的部分。现在习近平最快下周日要出访北韩哦，所以是不是中俄朝铁三角的阵线就要直接成型了呢？现在韩联社这边就说了，20号指称这个习近平很可能最快下周来访北韩。那么南韩的政府官员又怎么说呢？好，来看到的是。
习近平呢5月稍晚或者是6月初访问的可能性比较高。那么大陆的外长王毅4月9号、10号也到了朝鲜去了。那么习近平的维安的护卫以及礼宾人员最近也到那边去。那么今年是1961年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缔约65周年呐，所以这个时刻呢，其实也相对是敏感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铁三角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已经出现了呢？那么美韩的媒体就表示了，习近平呢最快下周访北韩的话，就会调解所谓美朝跟韩朝之间的关系。那么哪一方可能会受到威胁？那搞不好就是日本咯。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高市访韩，结果就爆发了示威，民众呢痛斥说这威胁到东亚的和平，而且呢还直接说了日本政府是歪曲历史，而且推动了军事再武装。所以其实南韩的民众呢反应也非常的一个激烈哦。那再来看到的是川普访华，那么日本6大党首就逼问，高市也拼命的解释他和川普的关系到底有多铁。哇，这一幕也让我觉得跟台湾有一点感觉，有种既视感。我们的政府也一直在说我们到底跟川普的关系有多铁，高市现在也是这样。哇塞，真的是大家都紧张起来了。所以我们来看到日媒这边就说了，为了军事演习，美军计划在日本来部署所谓的提风中导系统。所以呢，现在日本方面也紧张要跳脚了，所谓的新的铁三角关系又引发了日本这边的一个紧张哦。盛峰委员，我们怎么看？我讲这一段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多啊，我简单的先提几项，各位可能比较不容易体会的，为什么要去反对金球？理论上讲起来，你有飞弹要打我，我建构一个防卫的体系，那你抗议我干什么？难道我连保护我自己都不行吗？所以我想很多人应该会有这样的想法，不，因为金球的防卫它有以下几个的问题，这会造成了以后整个世界战略格局很大的改变。因为金球体系跟以前的防卫，以前防卫是被动式，当我发现你的这个的导弹出现的时候，那我开始呢，我锁定在你要下降或者半途中把你给击毁。金球不一样，金球是当我发现你有意图的时候，或是当你的意图开始出现的时候，我就攻击你了。那我问你，这个时候你感受到的是他防卫而攻击，或者他借防卫之名而攻击？对，你意图起来，那你这个意图怎么定？对，所以这里呢就会造成国际上会产生的擦枪走火的几率100%的提高了。因为当我开始要动，那你就出来，所以你这是攻击又是防卫。那对我讲起来，那我就加码的再攻击回去。所以为什么金球计划会引起中俄这2个大国？事实上，其他跟美国不是那么样子马蒂的国家里面呢，面对金球计划里是有恐慌感的，而这个恐慌感会带来而后整个国际战略政治上一个转变。好，这个是首先呢跟大家做说明的。第二个，金球里面对美国的盟邦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压力啊，因为金球计划不是在防卫美国的本土，是以美国与全世界这一些所谓的盟邦建构了一个全球的防卫体系。那这个钱谁出？不是美国出啊，是被他拉进盟邦的都要出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台湾这个乐山这个雷达。乐山雷达是我们出的钱呐，那钱包是谁在拿的？美国在拿的啊。管理的人员有一次你可以看到了，这个蔡英文去访视的时候，后面站的老美啊，钱是我们出啊，那资料他拿，也像金球计划里面是钱在这些国家里面都是你们要，所以美国就要求每一个国家必须编列足够的预算来建构这个长球。那谁不经过这个预算里，他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这个当中会造成一种新的世界的连结，而造成的恐慌啊！我不要说什么，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现在台湾的经过，川普为了政治的需要，告诉你，这是我跟北京谈判的筹码。那我们要不要再买？我们要不要成为金球的一部分？那要的结果是跟中国大陆建成更和平的关系，或者更紧张、更对立的关系呢？这各位想一想，这是很可怕的事。第三个，因为
金琼计划里面还有一个涉及到的天机，就是航天呢，这个天空。人类到现在为止，我们有所谓的领海，有所谓的领土，有所谓的国界，可是天空是没有国界的，是开放给人类所有的国家共同使用。所以你不能说，这一块是我的，那一块是我的。可是呢，天穹计划里面，他必须把这个防卫啊，把这个战争引到哪里去？引到了太空去。所以现在其实日本看得出来也很紧张对，因为日本将来要花很多的钱替美国摆第一线嘛。然后最重要的是天空啊，这个本来没有国界的这个这个太空，会变成了另外一种的争霸战了。那个争霸战所影响的 Frank 下来的结果，全地球都要受影响啊。所以金琼计划表面上看起来是自己在保卫自己的计划，事实上它正在牵动了整个全球的战略体制啊，这多可怕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等闲视之啊。为什么这样会反对的道理在这里。第二个要来跟各位再简单的提一下呢，中俄韩的问题。100年来的历史是什么？当时日本欺压韩朝鲜的时候，朝鲜是引俄抗日。那么当列强来欺骗中国的时候，那李鸿章就想到引俄来抵挡这些帝国主义了。俄罗斯在整个的亚洲里面，过去是扮演极为关键的一个角色啊。日本也是一样，所以蒋廷武就讲过影响中俄两国历史的就是日本。日俄战争搞垮了俄王朝，这个呢甲午战争搞垮了清王朝，这都是一个事实。可是呢，日本也变成了这些国家里面一个恩怨情仇。当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时候，翻阅历史的恩怨情仇，就会造成了什么？会以实力最强的中国为中心，结合了日本跟韩国。这个结合起来的对象是谁？不会是美国是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日本。所以这个日本呢，将会这个代理人他必须要被拿掉。日本现在只有一个选择，要作为西方霸道的鹰犬，或者融为东方共同努力的一份子。各位想一想，中日韩假若能够团结为一体，会是世界最强的经济体。这个时候就不需要中俄朝的连结，这是一个历史的演变，变数在日本的身上。好，日本不只是变数他现在也非常的紧张，就怕被排除在外了。舰长，我们怎么看？因为日本处在这里，你去想想看附近有谁是非常恨他的？我大概估计一下，这个历史上最恨日本的不是中国，是韩国。你们要了解韩国人。这个日本在殖民韩国的时候第一个他也有个类似像这样的他的龙脉，中央山脉上面。那日本你知道多坏？他在这个山脉上面他打了365个那个木桩，他就给它定下去。那这个木桩它还不是用很硬的木头或者一个钢什么，他用那个杉木。这个东西久了之后你拔都拔不出来，因为那是腐烂在里面。后来一直到了隔了几十年之后，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个同学是那个在禅大从韩国来的，他说一直到现在，如果在那个山脉里面找到一个木桩几乎全国实况转播，看着他们把那木桩给拔起来，那个破破烂烂，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们为了要正这个韩国的皇宫的这个命脉他们用一把武士刀重新打了7个那个叫做龙钉，就是做龙的那个钉子，打在那个韩国的那个皇宫里面，钉在他的木头上，就是要镇住他们。所以你知道日本人，你从这2个小动作你就知道韩国人有多么的恨日本人。所以你说，如果说有一天这个像现在是中俄朝连接起来，对不对？那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得到，谁想连接？美国想要连接日韩，这3个连接起来，你认为美日韩能够结合得很好吗？第一个，中日朝在哪里？它的地域全在这里，都在贴在一起。美日韩呢？美国在遥远的不知道在哪里，那么远，而且韩国跟日本极其的不合。那现在的上面的头或许怎么样？你去看看韩国的那个排斥那个日本的那个心情，如果你去了解，你知道他们想要结合起来是很难的，所以这2个对上是非常之困难。第二个，你要再想说这个，如果你是美国的大战略家，美国以前有很多的大战略家，他们都很清楚，像现在这个中国崛起，
俄罗斯原来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国家，他们两个如果结合在一起的话，那对我美国是一个很累的事。那我能不能够去分化一下他们？好比说我联中制俄，或是我联俄制中呢？可不可以？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战略家去想的。可是我再告诉你一个，就是现在为什么不可能？你知道？因为现在他们把中俄已经牢牢的，这就是我刚刚说那个机运啊，时机给它绑在一起了。他们两个又贴在一起，而且他们之间的贸易有多大，你知道？就所以这些东西，你想要去猜它，不可能。美国必须要面对中俄结合在一起，这是他现在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哇，怎么办呢？猜都猜不掉，想要从中作梗都没办法。建中老师，好，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国际形势好了哈。各位想一下，全球有一个联合国，联合国里面有5大安理国，这5大这个安理会的这个主要的理事有5个，哪5个呢？中美俄英法。英法说不好听点，欧洲刚刚都没谈到，欧洲现在都变成欧洲猫了，那个以前的老虎牙齿都掉了，现在咬不动东西。所以现在大家在谈的是这叫金三角，好，刚刚等一下再谈铁杆三角。今天叫哪三角呢？当然是美中俄。台湾也很有趣啊，有绿蓝还有白。现在蓝白合，我跟你讲，蓝的气势又起来，绿就算它现在占了位置，但它如果气势低了，而蓝白又合，我跟你讲，绿就没有未来。现在美国它还是霸权在手，可是呢？中俄合，你可以看到，我们不管说背靠背或真情感，你可以看到这两国的关系真的给你感觉，即便这两国各怀鬼胎，各有他的国家的一些政治利益等等的，但是最少在形式上呢，他们必须和，他们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他们所做的所有的策略也好，联盟也好，或者刚刚讲的联合声明叫批川普的金囧也好，我跟你讲。都是有所本的，因此你会发现这个金三角有一个角慢慢微垂，这是问题。再讲到铁杆三角，刚刚讲铁杆三角，其实各位想想铁杆三角怎么形成？当然是美国带领西方国家推出来的啊！你没有看到吗？几年来一直在讲邪恶国家，还把4个国家凑在一起叫邪恶4国，邪恶轴心。啊，那你是要打第3次世界大战吗？以前有联合国这个同盟国、轴心国等等，他好像刻意挑起叫邪恶轴心，叫 CRINC，China、Russia， 中间那个呢，美国已经去打了，叫 Iran， 对不对？最后一个叫 North Korea。好，你把伊朗现在排除掉，这3个国家给你搞个铁杆三角，你看嘛，你把我们都当坏人，我们明明就不坏。什么叫坏人？是西方的媒体说你坏，你就坏。可是我们真的有知识层次较高，或者有宏观思想看全球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坏。你就看川普的个性，他的操刀做生意，以及操这个国际盘的形象，甚至自己拿个遥控器就直接调控股市的这种感觉，你觉得那叫道德吗？好，不管说嘛，反正川普说的谁对谁就对，谁错谁就错。所以铁杆三角是他们推出来，你不觉得吗？当然这里面发觉这些都是因为有核武的关系。其实北韩那么小，它到底什么呢？你就筹码。你有筹码，你就可以站得很稳，就是核。其实中国对北韩其实也有点它的 conflict 的冲突的啦。其实他有谈到也要限它的核，因为会对它造成威胁。可是他可能在它结合，也就是针对西方世界中韩的合作啊，叫中朝的合作，其实会对他们两国都有更大的形式利益。因此他们会背对背，也就会你会发现，在去年9月3号就会左右。好，不能叫左右逢源，就一个金小胖，一个普京在场，非常近。最后我也很快讲一下，其实啊，高市早苗最近碰到一个大问题，很清楚，他扮演一个好像弱女的角色，给着川普这样怀抱在手里，好像就是我是你一个小妹的姿态出现。可是你会发觉，他这个还是虚的。当川普访中之后，去中之后，高市早苗有点吓到，为什么呢？他发觉他好像不会，可能会不送，随时都卖掉都有可能，因为他忧心未来。因为你看马田啊，就骂了他。你知不知道中美里面谈了什么？不要以为你去川普这边好像一直拍马屁，靠近他你就赢了。你要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会怎么样以后卖我们，所以他非常忧心他的未来，因此会去韩国也是为了拉拢他的一种这种就是希望也能呼朋引伴，能够增加他的力量。可是你要知道。韩日的情仇，就像刚刚讲的，他们历史情节多严重，那慰安妇引用多严重，只有台湾很奇怪，台湾有人认知事实，也是认知历史，但台湾现在的领导者或者有一群人是配合美国，配合日本在歪曲我们台湾的历史，你知道吗？韩国他不容许你歪曲，所以你这个日本常歪曲，他就讨厌你，所以他会积极抗争，告诉你歪曲历史，你甚至还想弄出新军国主义，我们不喜欢，希望你回去。台湾做不到，其实台湾也应该这样。
而且其实这个日韩之间的这个民族性非常的强硬的，所以我们再来看到美国不只是如此现在麻烦的事情还有呢，就是美以之间呢是不是又出现了分歧？好，伊朗这边呢证实收到美国新的提案那么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德黑兰，希望可以促进这个和谈。那么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证实说，德黑兰当局已经收到美国的新提案，现在正在进行审查。那到底要不要继续打下去啦？就是这样一个大问号啦。那现在传出川普跟纳坦雅胡激烈在对话当中但是伊朗迟迟没有给所谓美方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导致川普开始认真了，想说要不要再重新就打下去好了。所以现在知情人士透露了，川普跟纳坦雅胡在周二进行了通话，那双方对于未来如何来处理伊朗，其实呢是意见分歧的。那么其中纳坦雅胡就表达了对这个延迟重启攻击是不满的，甚至通话之后，纳坦雅胡的头发都要着火了。所以这个小弟会不会真的是太不爽这个老大哥，最后是自己一意孤行呢？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总之呢，美伊谈判呢最后的一个阶段，川普表示纳坦雅胡说他会照我的意思做啦，但是不是真的这样？你的小弟还有这么听你的话吗？不知道呢。OK， 那我们再来看到伊朗新的作战方式，准备要来回击了。川普到底还想不想打？伊朗就呛说，这个新辟战线会有更多的惊喜在等着你。就是说，伊朗其实也没有在怕的。你如果要打就来打我还会准备更多的惊喜来招待你一下所以我们再来看到了，现在海底群狼现身在荷姆兹海峡吗？好，这个海峡现在真的对国际来讲都非常非常重要。美军的这个军舰恐怕遭到波斯湾海豚近距离的猎杀。好，伊朗方面呢又发布了这个管控水域的最新地图，要来成立新的机构，要来收过路费。哇，收过路费这个议题也吵了好久。之前这个美国甚至也跟中国同时都表态说不让他在这个地方来收过路费，但是伊朗真的也没有在甩的，他现在就说我这个新的管控水域又出来了，总之我有一个新的机构，我就要来收过路费。到底这笔费用能不能收起来，还是最后收到一个这个更大的攻击，总之不知道。OK， 我们再来看到川普是不是不敢打他现在美军的这个战机的机损也曝光了。好，美军的这个加油机现身在以色列的机场。好，这个加油机呢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的一个这个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军机到底已经停留多久了，但是总之呢就现身在这个以色列的机场了。那川普现在表示说呢，伊朗祈求达成协议。那《纽约时报》说，白宫呢攻击伊朗喊停真正的原因呢是美国的战机可能会被击落。好，现在也来看到的就是呢，根据美方的官员指出了，一架 F-15E 战机已经遭到波及了，而且显示美军面临的风险正在上升。所以如果战机被击落怎么办呢？这个面子可能挂不住了。好，五角大厦现在也藏不住了 ，CRS 就揭露美国对伊的战争损害，总共已经有42架战机被毁了。好，42架我的天啊，这让国会非常非常的震撼。所以再来看到的呢，就是这个史诗级的愤怒的审计报告就指出，这样一个重大的毁损，那如果现在又在打下去的话，那这毁损不是就更要再扩大了吗？那现在也来看到美军2架的 KC-135的空中加油机，在今年3月12号在伊拉克上空发生了相撞事故，造成了6名的机组人员不幸丧生。那么事故发生当天呢，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强调，这起坠机事件发生在友善的空域，绝对没有涉及任何敌意的炮火。但真的是如此吗？现在还是一样众说纷纭的一个情况。盛峰委员，我们怎么来看？这样子美国的军机被打45架，各位这个数字不要被这个数字迷幻了真正被打下来多的是无人机，真正有人驾驶的这个飞机呢，基本上要么就是自己出状况，就是这个飞机回来了出状况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要去救人质的时候自己把它爆炸掉的，这样等等真正因为空战或者在天空被对方的武器击落，除了无人机之外，到现在还没有。那对美国讲起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打击，因为就美国今天所拥有的战机，它号称全世界最优秀的战机那么像上次的
法国的阵风在印巴战争的时候已经吃了一次大亏了。那因此，美国现在拥有的战机里面，一直很担心，假若在伊朗的上空被伊朗不论用这个导弹，或者用飞机、用长程控制什么被打下了一架呢？这个对川普来讲，士气打击是非常的大，尤其伊朗的空军更是在这10几20年内是没有进步的空军，是用了上个世纪80年代、70年代的老货色，所以不敢出手，会有怕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呢，美伊之间的战争，我应该这样来形容：两边都想停，但是都停不了，因为两边都要找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地方要停。都想停，你看美国想不想，绝对想得不了；伊朗想不想停，他也受不了了。可是呢，大家都找不到可以停的点，要来停下来。那因此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里，大家不是百足的价码，不是百足开足的条件了，应该是从可以突破的一点开始，双方才会开始有楼梯可以下，否则一直僵到最后，别忘了。伊朗是过了苦日子，但是它大部分是山区跟农民呢，这个苦日子是可以过的。那你美国呢？集中选举就要到了，假如到了选举之前，伊朗战事还没有解决啊，你看川普怎么选，共和党怎么选，所以这个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么，比如说双方现在到现在开出来的条件是不可能谈的，新的条件我们还没有看到。但就以过去的条件讲来，什么是一个引导点？就是我们讲恶性循环的时候，总要从一个点停下来，开始绕回去嘛，对吧？我们就核武铀矿的问题讲起来，美国说铀矿交给我，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上次是交给了俄罗斯啊，那现在说交给中国，中国说我不干，我不收。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铀矿。那应该是被检查的，就是产生了新铀检查谁来检查？那联合国的原子管制委员会他来做检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可能就是双方可以开始隐退的一个小点。这个小点呢没有开始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大概就蛮严重的，那照目前这个情势来看，是双方都想停，意愿上都已经有了。那美国呢也很想把这些人赶快给处理，这意愿也都有了。现在就看这一个部分呢，怎么样子来把它解决。那现在当然有人来期待中国可以扮演角色，中国在这里能扮演的角色可能是蛮有限的，基本上还是美伊两国做主。那美国一直希望中国停止对伊朗的支持，民生物品的支持。购买汽油的支持，还有一些民用零组件转为无人机的这些的支持，这是不会发生。老中在这方面仍然会继续提供。其中，美国最希望中国停止的，就是那一艘现在还停在印度洋的那一艘这个电子收集船了。因为那一艘所收集的电子资讯呢，美国要确定有没有给伊朗，要是给了伊朗，他的飞机更不敢起飞了。所以，只要那一艘还在那美国的压力就还蛮大的，真的是来人呐，赶快搬梯子来！美伊双方都想下楼了，好吗？进广告。好，持续回到大白话。如果美国的小老弟真的不听老大哥的话，自己在那边私行教育怎么办呐？舰长，我们怎么看？我觉得中东的问题现在已经从刚开始的是3个国家的问题，现在变得还更复杂。我说3个国家问题就是第一个，这个美国嘛跟伊朗，你可以知道这2个国家都不想打，因为第一个他打累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下。那被打的当然不希望打。那唯一一个有问题的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没有回头路。如果他现在就这样子收掉的话，如果美国就退回去，以色列后面不知道会遭受什么样的一个报复行动，所以他不能够停，他一直要逼着打。但除了这3个国家的基本立场之后，你会发现这2个决定者，一个是纳坦雅胡，一个是川普，他还有一个私人的一个心，就是除了国家之外，你有没有想到川普他现在在关心在自己，他要关心什么？他要关注其中选举，万一其中选举共和党输得很惨。
他被弹劾，他会变成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弹劾掉的总统啊。但你说以前也有一个那个尼克森不是下台，尼克森是要准备弹劾，但他觉得他会被弹劾，他就直接请辞了，他没有被弹劾啊。如果真的会要弹劾这个川普票数够的话，第一个，川普这个人不会请辞的，你可以看他那个个性，那他会变成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所以他现在他个人的私利介入到这里面，所以他第一个他不能打，他一定要把它收掉。同样反过来，你有没有想到纳塔雅胡的个人私利也借进来了？为什么？如果这个战争就收掉，这个以色列也是有鹰派鸽派啊，有一票人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打，打了这样的，我们自己国家也这么惨，你也杀了这么多的人，对不对？那这个完毕之后，如果以色列没有一个具体的成果，我说具体成果就是基本上把中东的问题解决掉以后，以色列最起码保一个30年、50年的和平吧，没有，结果还变成更动荡的话，那塔雅胡在国内地位会怎么样？如果他在国内地位不好的话，你就知道他现在也有一些他的案子牵扯到，所以你知道他的个人的私利也卷起来了。那我最后再讲个很快的讲一个，就是这个那个叫做荷姆斯海峡的收费我先跟你讲是违法的，是不可以的。如果好比说伊朗坚持收费第一，他在跟全世界为敌，等着看，你看他能不能收费。第二个，他在孤立自己，这不是一个聪明的方法。所以我认为最后不太可能，这是伊朗把它彻底封锁掉。好，现在感觉呢，所有事情都比不上川普的期中选举来得更重要了。进广告。回到现场，那么打还是不打？现在乱成一锅粥。聂老师，战和谈，我们今天不要讲战，讲不打和谈。说不好听一点，他们多少次不想打，那他们都累了吧？我们也累了，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谈。不过刚才主持人讲了一个东西，我不完全 support 你讲。你说很早大家就以为他们会谈完就结束了，错。我在3月初一开他们要谈，我就说他们谈不完，答案非常清楚。各位，我跟你分析他们要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如果要伊朗让步，那是生存命脉的问题。他们俩站在钢索上两个人说，现在不只是都不想打了，那他们都在玩心理战。但是我跟你讲，只要伊朗让，他的生存命脉会出问题。我说，我们现在你就让我们下去，我跟你讲，伊朗会被打死，所以他不能让，他必须要 go for it， 就是不管怎么说，你对我怎么样，我就还击。就是他们说他们还没有开始玩真的，因为他们在玩川普的心理战。相反的，美国这边是不让。那我跟你讲，不让他就惨了，不让就打。我告诉你，消耗不起，你后勤能力不足。现在不管是飞机、无人机下了多少，我刚刚讲的这个爪已经落了，他们后勤能力他就是断了一个，没有办法修补。他们的后勤制造业非常差，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他经济受到创伤，他最近你看那个 Fed 不升息才怪，也就是他的经济已经受到影响，因为通膨升高。第三个 ，MAGA 派的，请问一下，会支持他吗？那其中选举不就受影响？这是一个大问题，因此他不让他就很惨，他就必须让。我的答案是，除非川普最后让了。各位，原来川普要的是什么？你停核武浓缩铀全部取掉，而且你不能发展飞弹你如果长程飞弹弄了会影响到我第三个，你不能再有代理人去帮忙他。现在3个都不敢拿到，说我全要。